先进，大家好。现在由我来为各位做数位转型带动智慧制造议题的这个说明。那么我们今天的 agenda 是讲到数位转型，然后再谈到智慧制造的这个新趋势，然后呢，数位转型会对这个智慧制造所带来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什么叫数位转型呢？数位转型是一个结合数位科技跟寄存的营运模式的过程，它是从营运流程到价值主张顾客的体验，到数位文化，到彻底的转型，成为一个极为灵敏，那么以顾客的价值跟体验为核心，而且不断更新、持续转型的一个组织。每次讲到这个数位转型，我都要提到这个日本明治维新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上讲到这个转型升级有很多的经验。从早期呢，人类从这个狩猎到这个进入农业社会的农业革命，到之后我们的这个工业革命带来的这个动力，到我们最近的这个我们资讯革命这一系列人类的这个转型升级。那么当时呢，这个在工业革命之后，在18世纪的时候那西方夹着这个工业革命之后所带来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优势来到向全世界扩张，那么向全世界指明。当时在亚洲有2个主要的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就是中国。日本的也就是日本帝国，当时中国是清朝，大清帝国那面临这个转型的这个压力，所以日本明治天皇在1868年的时候提出了这个明治维新，就是他发表了这个5条御誓文这个作为明治维新的开始那其实当时在这个大清帝国它是比日本还早的，它在1865年就在江南就在上海成立江南机器制造局。那隔一年，在1866年在福州成立这个福州船政局所以这个大清帝国它其实也是很认真在推动这个洋务运动。不过这个它做的是什么？针对这个船坚炮利的部分也就在1888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北洋水师，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北洋舰队那个曾经呢都比日本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吨位数都还高还先进这样。但是后来呢，到了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我想结局大家都知道，这个战争打到1895年清廷这个全面的这个溃败这个北洋水师就北洋舰队被全军覆没，这个还签订了这个1895年这个战争结束签订了这个马关条约。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清帝国追求的是船坚炮利那这个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国防全面的这个维新那所以呢，因此这个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数位转型不是光讲求这个船坚炮利不是光买了系统、买了设备上了云端这样就够了，必须要企业从策略从经营模式来这个全面的这个转型落实执行才会成功。那么这个我们来看智慧制造的这个趋势这个我们这个谈智慧制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再加上最近疫情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个包括远距操作遥控的这个需求在制程上面的应用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看到电视上有这个企业这个因为员工确诊的关系，被要求这个所有人员要撤离那撤离之后不是回家去休息的撤离之后他是要回家上班的那么我们之前因为3级警戒，我想大家也很有经验都在家上班那你在家上班，那你系统在什么地方呢？在云端，对不对？到底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都需要有人去操作，所以这时候就是远距操作这需求就增加了。那么这个好处是说，因为需求多了，所以这个设备的这些感测器的应用多了之后，它价格也下降。这就好比福特汽车在1913年发明了这个输送带，让大量生产变成可行。那大量生产变成可行之后，对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呢？就会造成这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然后之后的人人都买得起，就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这个进步。这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因为这些影响的结果，就造成这些设备的这个价格下降，让我们去构建更智慧的系统变成可行。
另外，系统走向这个预测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方向也是哈。这个我们过往讲到这个设备的维修都是说，好，我要及时的把它修毕啊修好。那这个现在是说，可不可以我们运用大数据哈人工智慧下去预测这些设备它使用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可以预先知道说啊，它可能要坏掉了，那我们先超前部署，就先把它修好，这样就造成这个不用到时候生产线不用停机啊，就可以更有效率哈，让它这个效率更提升这样子。另外，自动化的协作机器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哈。那我们讲到自动化知道这是花钱的哈，科技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我们常常讲叫做80-20法则哈，就是你要做到100%很困难，做到80%可能只要花20%的成本就可以做到80%。那你另外剩下的20%，你要再把它做完呢，你要再花80%的成本啊，就是像我们讲的机器人，你要多厉害都可以，但是厉害到一个程度不是很困难，但是要更厉害的时候，那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这个协作啊，人机协作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在性价比哈这个成本效益的这个情况之下，成本效益不只光金钱，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哈。然后呢，让人跟机器人一起来协作会变成重要的趋势。另外呢，这个因为这个人工智慧，因为系统变得更自动化、更弹性的结果，就会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让系统变得更弹性更弹性，然后可以让少量多种这个应付各式不同的需求的这个情况变成可行。同时呢，这个创新科技像blockchain 区块链的技术应用在这个供应链的管理上面，也会让供应链变得更有信赖度。那么简单讲就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慧来提升这个制程上面的这些情形呢这些优势会不断的再来产生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讲到智慧制造就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工业4.0、生产力4.0，它几个重要的关键元素就是包括像云计算、云端运算那物联网、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服务等等。那么这个在智慧制造上展现出来就是软体、硬体跟服务形成一个工业4.0的解决方案。那么讲到大数据的时候，给大家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生产线上面有一个机台，这机台有400个感测器如果我们有10个机台，那这个每秒钟产生这个400笔资料的话，那你乘看把它乘60每分钟，再乘每小时，就1440万笔的资料就会产生。所以大数据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大数据是在社会系统上面其实在智慧制造里面也是大数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用。那么你有这么多数据下去分析之后呢，那我们人工智慧的演算法，因此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然后我们来这个创造出我们这个在智慧制造上面可以产生的这个智慧，来提升这个营运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它所产生的这个改变就是我们像过往我们看到左边在固定的这个运作模式，然后到变成是未来就是这个可以变成更弹性人机协同运作的模式。那以前我们在设计生产线讲到这个 work study 或者 motion and time study 手伸过去叫 reach， 抓这个东西叫做 grasp， 抓东西讲叫 move 就讲这我们把这个功能放在生产线，作业员放在生产线上，我们去设计它的这个动作时间研究设计这个公式。那如果放一个机器人呢在旁边呢，那这个怎么弄所以它就会造成我们一些在一些创新的一个需求的产生，包括在理论实务部分的一些演算法一些变化。那么另外就是像我们过去我们在机台上面的控制，未来我们透过这个 APP 这个更弹性更符合这个顾客的需求，甚至是还可以整合不同的机台这个运用。那么简单讲了工业4.0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 IT 跟 OT 之间把它完整的整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 IT 它是在处理这个资讯所以因此呢，这个你怎么让这个贴近这个客户端的这个需求，到我最后的 MPS 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e 到这个最后的物料管理，到最后的这个产出供应链的管理等等。那 OT 是在现场针对这个设备的这个运作的一个控管。那么这个如何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让整个这个企业的运转更加的这个无缝接轨，更加的能够弹性，更加的
符合这个客户的需求啊，创造更多的利润。那么所以呢，这个它的整个 ecosystem 就是整合到包括软体工具业啊、机器设备业啊、系统整合业啊、产品制造业啊，以及这个通路的业者，整个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ecosystem 啊，把智慧化运用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讲说，智慧工厂在技术上最大的挑战就是系统整合。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怎么去整合各家的感测器和感知元件啊，将这个资料有效的整合啊，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发挥最大的这个效果。那所以在当中这个自动化机器人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但是我们可以坊间可以听到有人在担心说，那这样子会不会机器人未来把人类取代掉了是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星际大战》，那个机器人叫赛隆人把人类都消灭掉了就有人这样担心。那这其实不用担心了。MIT 的机器人荣誉教授Rodney Brooks 就是布鲁克斯教授，在2016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呢，我们曾说机器人终究只是人类的帮手，可能彻底抢走人类饭碗的担忧其实是多虑的。我也常常说与其担心机器人会把人类取代掉，你恐怕要更担心的是说，你的竞争对手运用这些创新的科技把你这个取代掉，这样是可能是对你来讲是更直接的威胁那么，所以数位转型跟智慧制造来讲呢，它最重要的应用方向会从探知、诊断、控管、预测到整个视觉化。我想这个最后视觉化都是个王道让这个管理者可以更有效的从超前部署把这个整个这个运用这个智慧化的这个结果，把它整个这个控管好这样子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很高兴的是，我们有很多业者，像半导体业者，它自动化成分是很高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过往比较偏向在做 feedback control。所谓 feedback control 意思就是像我们冷气机的控制原理一样就是当你这个温度高于多少度的时候，就启动压缩机，就会变比较冷。那冷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低于多少度之后就把压缩机关掉这就是 feedback control。但是这个 forward control 就不一样就是那什么情况需要用到 forward control？ 比如像我们人类无人太空船到月球去，那大概是极限了它反映什么，我们去操作它。但是如果是你射到火星去的话，那不可能因为那个几十分钟没有办法用 feedback control， 就要 forward control 所以我想这个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智慧制造的领域里面，可能下一步要进到更 forward control 的这个领域里面去来这个超前部署那么所以从半导体到其他制造业，让科技制程更智慧化，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我们要效法明治维新的这个道理，也就是我们要彻底的从商业模式下去做这个转型，而不是只光从这个讲到这个设备不是光船坚炮利，不是光设备更新这样就够了那这个简单讲，给大家报告一个简单的结论，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复制成功的经验，把它推广扩散出去。我们台湾产官学研的这个合作非常的成功，政府有非常好的这个指引以及这个政策的支持。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工协会这个都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这个来这个协助这个整合这个业者对这个整个我们政府要推动的政策来推动实施所以就是要复制成功经验，把它扩散出去。那么从使用者的这个需求来出发从 business model 来做 architect， 就是架构的这个调整才能够这个事半而功倍我们看到右下角那个就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概念那么那怎么做呢其实也不困难我们有很多的辅导计划，像 TCA 的辅导计划等等，我们从差异分析就都要做 gap analysis， 就是我们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什么地方，然后再做企业流程的这个再造，然后做软硬体的这个强化。那这样子我们迈向这个智慧制造其实不困难这个大家都做得到那这个我们做智慧制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让企业的运作会更好，然后呢这个让这个数位转型来带来更多的这个商机
更多的机会，让大家赚更多的钱，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我在这边也祝福大家都能够一切圆满顺利成功啊！谢谢。